中美科技战再度的引爆了，这时候川普逼北约要拆除华为、阿里、百度、比亚迪，全部竟然都被列入在国防部的黑名单当中，到底怎么回事？赶快一起来关心。这一次呢，美国不只是在自己国内，美国要封杀华为，还跟这些北约国家、欧洲国家说呢，要求这些盟友跟着一起拆除所有华为的相关设备。来看到最新消息，来自于彭博社的最新报道，美国国务院已经向北约各国的官员说，应该动用你们的防务的资金拆除华为的设备。事实上，美国先前已经施压北约要增加军费，本来这些钱是为了保障这些北约盟国的军事的这些筹备的，结果现在说了被拿来作为拆除中国大陆的科技设备，也就是华为。那么欧洲国家现在也不太买单，也非常的愤怒。他们认为说这样子做不但对我们的国家不安全之外，好像我们现在是在帮美国打这一场对华为的科技战，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我们看到欧洲国家不买单。先前其实呢，欧盟确实执委会有计划透过修法，也就是网络上相关的安全法，要禁止中国的供应商参与电信的网路哦，但是呢，看到也有一些国家是反对的，其中2大国反对的就是德国跟西班牙了。他们说，你们这样子去封杀华为的话，会遭到中国大陆的报复的。这样对我们来说是相当不利的，尤其为什么呢？我们来看到这2大国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德国说他们有庞大的汽车跟机械、化工利益，这一些都跟中国大陆深度的绑定。西班牙也觉得说，为什么自己的这个经济跟外交要被美国牵着鼻子走呢？他们拒绝把国防的支出提高到 GDP 的5%，也拒绝让美国在伊朗战争中使用军事的基地。那川普也曾暗示可能会对西班牙来实施经济制裁，但是西班牙也都不理美国。更离谱的是，我们看到川普近期的动作真的让人很困惑。一边他要求欧洲增加军费，但是最新他又用301的关税来勒索欧盟；一边喊说他要保护北约，一边又说他要威胁撤军；一边要盟友要团结，但是我们看到他又威胁格陵兰等等的地方，在科技战上面处处的下手，到底怎么回事呢？那美国现在施压北约盟国，要求他们用国防资金来换掉华为设备，这一套长臂管辖真的能够奏效吗？上次哥怎么看？针对华为，现在是美国最近政政部才刚刚公布了这个100家的超过100家的黑名单，华为又被列进去了而且这里头连百度都被列进去了，还有包括宇树科技。那当然这里头美国政政部的里头没有惩罚，它是作为一个在监督跟可能跟中国大陆军方相关的一些中国大陆企业。好，华为现在在这一波又出现，但我认为这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大的事件，但它是个连续性的。怎么说？欧盟现在要对付中国这件事情，从今年5月份到6月份开始是非常非常高密集，是难以想象的。当然，真正华为这个东西，其实就只是包括可能美国方面也有要求，它这个通讯安全的部分的考虑。但真正的是欧洲的出重手，还是在于对于钢铁。我想在我们节目之前其实有谈过，因为钢铁的影响对于欧洲自己，特别像德国、法国这些有重工业的部分，因为他们真的是整个关税多1倍，是对于自己本身欧盟的这些需要钢铁的产业是很难以想象的。而且对电动车、对于利农的这个逆袭器，基本上逆电器。基本上还就是对于都是针对中国而来，但这些都不重要。我请大家观众朋友一定要注意，欧盟现在在做的就有关一个关键字，一定要记得叫做 IAA。这个 IAA 我不详述基本上就对中国所有各式各样的，包括中国企业到欧盟来投资，中国企业要来欧盟当中要建厂，基本上是非常非常高的门槛，而且惩罚性，而且要求中国你不只要用招聘很多的欧洲的员工，你要把你的技术要吐出来，要给我欧盟。所以这里头，我相信接下来6月之后，欧盟跟中国之间在经贸方面的对抗会越来越严重，不只是荷兰单独的国家，是整个欧盟，大家要特别关注一下。好，那同样的问题，舰长又怎么看呢？首先，我要特别讲一下这个所有的跨国企业它要经历3个关卡。你别以为做生意我有一个好东西，我就能够天下通行大赚钱了。对不起，有3个关卡。第一个关卡一定是我做生意的时候，我一定要有一个技术是你做不到的。那我这个技术做出来的东西，我的东西可能比你便宜，一样的功能，就是我要赢你，这个 CP 值要高，这是第一个关卡。你做不到这一关，你很难站立。第2个关卡是资金。
就是好比说，你像那个台积电这一个都是200亿、300亿美金，你出得起吗？我们全部斗起来也斗不了，你们公司起来也斗不了，知道吧？那个资金是第2个关卡，这2个其实我可以告诉你都容易克服，因为只要你厉害，你都可以。第3个，非常非常之难，政治。所有大到一个程度，我告诉你，都是动用国家的力量打压你。然后美其名都是我要保护我们国家嘛，所以我在打你，所以真的很困难。但是你说它这个东西到底会不会有用？因为我还是要特别讲，因为我看过一次任正非，因为我很担心华为这样被全世界打。有一次任正非接受访问的时候，那个记者问他，看完之后我真对他佩服极了。那记者问他说，如果人家限制你，就是人家用国家力量限制你的5G 呢？任正非说的，他说如果他们做的比我好，比我便宜，就是速度更快，品质更好，也不会这个阻塞。我建议你就是用他们的，但是你试试看，是我的好还是他的好？就是说所有的生意，我在做生意，商人哪有什么祖国？商人无祖国啊！那一天到晚跟我讲爱国爱国，好，我为了爱国，然后我的生意亏了，你补贴我吗？你也没有补贴我啊！所以你知道，在商言商，这就是为什么商人无祖国，最后还是比谁是厉害的 CP 值好。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波呢，美国它不只是对北约施压，其实呢，美国自己的国内也同步的在施压，扩大对于华为的制裁，而且最新的扩大的范围来到了中国大陆军工企业黑名单，他们一口气把这些企业全部列出来，竟然超过了100家，涵盖了中国大陆的科技制造业的巨头，全部都在黑名单当中。来看一下面板哦，这些企业包括了知名企业比亚迪、阿里巴巴、百度、宇树科技、长兴存储、长江存储，也就是都是中国大陆下一代的主力产业哦，被贴上了军工的标签。所以呢，我们看到美国过去对于中国的制裁，从这个通信设备，现在已经延伸到我们刚刚念的一系列的产业，科技产业啊、电动车、生技等等。中国驻美使馆则批评美方正在泛国安的概念打压中国企业。干哥怎么看？对啊。舰长刚讲的对啊，商人无祖国的，你知道现在发生什么事情吗？你刚念了一堆，对不对？什么宇树科技啊、比亚迪啊、阿里巴巴，可是我可以跟你讲，现在碰到了一个连美国自己商人都要恐慌的事情，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个清单里面啊，竟然列了一个叫药明康德。药明康德是中国最大的医药制作协同的厂商，你知道他常常在做什么吗？他帮美国最大药厂礼来进行临床试验，还有药品的推展的，这些都是药明康德在做的嘞。礼来把整个事情都是包给药明康德做。现在你知道发生什么事？药明康德你也进1260H 名单里面。我是做药的，我跟国防科技有什么关系？对不起，自从我们去年美国国会通过生物安全法之后，我们怀疑你，药明康德，你可能也跟中共中央啊这个连结，这表面上你是做药品的，但你后面这个生物科技啊，是对未来的军工产业啊是有相关联的，所以把药明康德也放进去了。那药明康德说，那完了，那我们现在做药的也吃上官司了，也有事了。可是李来就不答应了，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李来说，你知道吗？你现在叫药明康德不能跟我们合作的话，那我们药要卖给谁啊？你知道我们马上就要短收多少钱吗？我们马上丢到 AI 里面去，一跑，那怎么可以呢？对不对？那是我的商业利益受损，而不是药明康德的商业利益受损。我是美国本土企业，我是李来制药，药明康德等于是我的外围。对，它是中国，我们是美国，可是它为什么会变成军工产业的一部分？他们不能理解，大家就了解了吗？现在发生的这种事情，那你就会觉得说，哦，原来五角大厦说什么就是什么。像这个1260H 名单哈，每年定期会更新，现在更新到了连药品制药都可以上去，就会晓得说。